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2年9月27号星期二。那今天我想要来修理这一台电动起子机的电池，初步测试它的电池坏掉了，原厂充电器也坏掉了。那原厂充电器因为不会修理，所以就先不处理。插电没有反应，对我目前来说比较难找到问题点在哪里，所以我就先不处理了。那坏掉我们就先放着。这一台它是跟木田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因为我这边有一台木田的这个，那初步测试是可以通用的。充电器我是用木田的充电器来替代。那我们先尝试给它进行充电，它会闪灯。依照上面的指示，它闪绿灯跟红灯，它是有电池坏掉了。初步去量测它的电压，那目前找出来是这一颗电池故障，这一颗量不到电压，所以理论上我要换这一颗电池。那换之前呢，先给它做个记号。那我的习惯是会给它做个编号。要换电池之前，你可以确定一下你的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会锁板。那通常只有大厂牌的电池，他们会在电路板上做一个锁板的功能。那一般像这种副厂牌的比较不会去做这个功能，所以比较不会有换好不能用的问题。要换之前，我会先习惯性的拍照，看它的线大概是怎么接的。那这边有一条线，稍微注意一下。前置作业做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挑我们要用的电池。因为我目前都是使用二手的电池，所以我要先将电池做一个挑选。一般来讲都是建议你要使用这种动力电池。那这种动力电池我都是从戴森吸尘器的电池拆下来的。最近已经将这个电池都已经重新充好电了。那因为目前我这边的配备比较没有那么齐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电池容量的配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用的都是二手的电池，所以有一些功率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功率的检测仪，算是比较简单型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先一颗一颗找。那像这一颗检测出来就是 2.87。那一般来讲，我在做这种二手电池的话，我自己都是尽量挑选 3A 以上的，那这样子才可以保留二手电池还有80%以上的效果。这一颗只有 2.87， 那我就先留着。这一颗就有 2.9， 这一颗就有 3A 以上，就是依照这种模式下去挑选，数字越大的当然就是效果比较好的。那我先将电池挑过一轮，电池大部分挑出来都是介在 2.8 到 3A 左右，所以我就挑最大的3颗，这3颗。这边有一些不确定是不是动力电池的，那就不管它。那我目前就是挑这3颗出来做使用。电池挑好以后，我们还是要确保它的电压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测量一下。这3颗都有在 4.1 伏以上，那这3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可以先把上面的一些焊点先把它清洁干净。现在要来点焊电池，那我目前都是使用 2.0 的而已，因为这一台做出来它只能焊到 2.0 是可以的。那 3.0 的我这边没有，所以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 3.0 的也可以。一般当然是建议用到 3.0 的会比较好一点。那 2.0 的应该也够了啦。接下来我们就是按照它的设计，先把这2个点焊出来。这个焊点没有清得很干净啊，不过应该这样也没问题。那我们先把这个焊出来。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还蛮紧的。接下来我们来焊正极，正极这一边就比较要注意一点，因为一不小心它就跟负极接在一起了，瞬间的热量会比较高啦，所以我这边会稍微把它凹折一点点起来，让它有一个幅度，就是不要去直接接触到。那我们试试看。那理论上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这一边也要焊一个可以接线的焊点出来，这边还要再剪一小段，凸起的太严重了，稍微敲一下。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电池大概是这样子啦。那因为整体作业的过程会稍微比较久一点，所以我直接做好以后再录影给各位观赏。这边拆起来，它的接点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依照它的样式做一个接点。这样子电池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依照原样再把它连上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完成了。因为这里它的孔洞比较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剪成比它小一点点，压下去以后尽量压平，理论上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啦。接下来我们就是用焊锡把它焊上去。焊锡刺上去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部分剪掉，再把锡补满就可以了。这边这个焊锡尽量把它补满，才不会到时候有虚焊的问题。最后就是将这一条线再把它焊上去，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接好以后，我们先量一下电压，12.4哦，那这样子电压有出来了。这样子这一颗电池目前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装回去盒子，就选有 logo 的这一个盒子，然后把它装回去。稍微压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它原先的这一个外盒坏掉了，还好我们有一个备份的，那我们就拿备份的这一个，锁上螺丝，这样应该就可以了。那我们装上去试试看，可以啊，可以装得上去，然后拔得下来，这样就 OK 了。好，那我们试一下。好，看来它的机器有一点问题。那目前有通电，但是机器没有办法转动。那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充电，要不然换电池就没有意义了。它跟木田还是有一点点差异，虽然是可以放得下去了，不过还是有一点点紧。好，那我们先充充看。闪红灯是温度的问题，看来不能充。这一台我等一下拆起来看看它是什么问题。那我这一台拆起来看以后，它的马达颜色看起来不是很乐观。那我们可以先用其他的电池来测试看看。初步测试它没有办法启动，所以我们先试试看其他的马达。那这个可以启动。接下来测试一下这一台，看看它是不是马达没办法启动。那它的马达应该故障了，刚好就可以借这一篇再来直接换一颗马达。那我们先把这个拆下来，它的马达头是比较长的，这一颗应该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是直接更换马达吧。那我先把马达换过去。那我们马达要装之前呢，可以先测试一下，看它的齿轮是不是可以密合的。好 ，OK， 那目前看起来是正常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更换了。这样子马达就换好了，只要合得上去，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锁上螺丝。那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电池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充，那只好等看看有没有充电器。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好，正转反转都可以。这一台充电器是我去借回来的，尝试充电看看。它可能是壳的问题啦，所以它有时候会感应不到，比较麻烦一点。那目前充了一下就马上跳绿灯，然后绿灯是显示充电完成，所以我们还是先把它电用光，再来看看能不能充电。那我先把整个电用光。那目前已经让它运转超过10分钟了，然后整个水箱都是热的了，所以理论上用到这样子应该也可以充电了。那我们先来充电看看，看能不能充。
那变成红灯就是开始在充电了。接下来就是让它进行充电，看能不能充饱。忘记给各位看一下现在的电压，先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看电压是多少。那目前只剩下 11.3。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充电。因为这2个电池盒都不是这一台的，所以可能在充电的接触点可能会有一点点角度要调一下才有办法充电，要不然它是充不进去的。等下次看有没有机会收到同样的机型的电池盒啊，那我们再把它换过去，这样就可以了。那目前应该是还算可以用啦，反正就是先充电看看。那等充饱电，我再量电压给各位观赏。电池充好了，显示恒亮绿灯就是充好了。接下来也量一下电压，量出来是 11.95，那就代表电有充进去了。那这一台我也稍微整理过了，目前操作起来的感觉是不错的。它的电池也可以通用牧田的产品，看一下。哦，我声音不是很好听。这样子就代表这颗电池更换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也顺便处理了马达的问题。一般来说，像副厂牌的电源板应该都没有锁板的功能，所以你如果有这种机器的话，你就是可以考虑自己换电池。啊，那当然电池的部分你就是尽量买新的啦。那我的部分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偏向于用二手的啊，只不过现在我有自己的一套更换方式，所以二手的还是蛮好用的啦。因为我现在大部分的工具电池坏掉，我都是用二手的，整体在使用上的成效，我个人觉得也是蛮不错的，至少使用起来，我个人的感觉都是有8成新以上啊。那这一篇电动起子机的电池更换维修文章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